在一场生死大考之后，我走出了昏暗的殿堂，重新置身于无人的旷野中。这里阳光普照，远山寂寥，原野芬芳。这时我的感觉是奇特的，一是放弃过去，我产生了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；而另一种感受却截然相反，我获得了继续前行的某种神奇的力量。小师傅，施主，有事吗？请问贵寺是不是有一位叫张观离的张先生？您说的是清风大师。恩师果然在此，麻烦师傅带我去见见大师。这，大师轻易是不见客的。大师出家前曾是我的恩师，与我有教诲之恩，麻烦师傅通融一下。施主贵姓？在下七郡早。施主稍等。哎，清风大师，外面有个叫齐郡早的施主，说要见您。叫他进来吧。是。施主，请随我来。大师，齐施主到了。学生齐郡早见过先生。齐公子，老衲听说，3年前你参加科考，一鸣惊人。如今你不在朝中好好做官，你来找老衲做什么呢？先生，学生3年前科考之后，就回乡为父亲守墓。贺高他。生者常戚戚，死者常已矣。贺高公已驾鹤西去，而老衲在这修行之途上，却在艰难跋涉，不知何时才能解脱呀。齐公子，那你来我这方山寺做什么呢？3年前，学生从考场中脱身出来，以为自己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，从此可以归耕稼穑，不问世事。可是这3年，学生走遍山西，看遍民生疾苦，觉得天下仍是灾难深重。司机先生所说的40年后那场大火，心中愈加不安。然而天下终究非我一人可救。今日路经宝刹，重遇先生，学生请先生明示，学生该如何去做？既已入世，何必还要回来呢？入世不能济世，又有何用啊？你心不安，何以出世啊？
齐公子，当你离开张家商号的时候，老衲就曾经说过，既然要走，就再也不要回来。既入仕，就行入仕事。瞻前顾后，既负了自己，也负了天下人呐。学生明白了。先生，学生告辞了。施主死去，出生入死，有去无回。珍重。学生谢先生点拨，先生保重。花妈，四弟回来了。糯米，糯米，花妈，糯米来看您了。你还是这么不长进吗？啊？不了，花妈，儿臣现在不敢了。以后这要不在了，你可不能再这么胡闹了。不会的，花妈，您别再生气了。你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你们俩是最亲的骨肉，一定要相互帮衬啊！宁宁，儿臣在。一定要用可信的人。糯米，你得比二哥好好看着点儿啊！哎，孩儿都记下了。宁宁，儿臣在。记住朕说的话。齐俊藻、穆彰鄂一定要一起用。花妈，儿臣记住了。相互牵制啊！儿臣明白。花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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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哥，羽翼在。
上容易生病了。皇阿玛，皇阿玛。娘，俊早，你终于还是要走了。到最后，你走的和你爹还是一样的路。这条路可是不好走啊，可能会遇到不知道什么样的沟沟坎坎和磨难。娘很担心你，可是娘不能拦着你。不管你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你都要记着咱们齐家门前的那3杆旗，还有你爹对你说的那些话。你是草野出来的读书人，你身上肩负着天下百姓的心，你要做一个为百姓说话的好官。娘，孩儿谨记母亲的教诲。去收拾行装吧。娘，不知怎么的，其实你要去京城做官，应该是件高兴的事。可是我的心里却慌得厉害。一想到你在牢里，我就怕。别怕，我这不一直都没事吗？将来也不会有事。俊早，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你要让我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听见了吗？娘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会把俊早照顾好的。你也注意身体呀。我知道了。
娘，我们走了。走吧。娘，我们走了。告别的时候，我才注意到母亲的白发又添了许多。母亲为家操劳，为父亲担忧了一辈子，如今又要为我悬心。我很想让母亲放心，可是宦海风波多有不测。想着白发母亲伫立在村口，我的心就隐隐作痛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皇上！谢皇上！谢皇上！先皇龙御上宾，将大清托付给了朕，你们要帮朕一起好好治理这个天下。如今朝局堪忧已久，必须重新振作起来。你们有什么好主意，都说说看。皇上，奴才有话要说。讲。
皇上若欲重开天下风气，奴才以为首要在一个廉字。而须廉，必从简来。若人人具有节俭之心，我朝廷必无贪赃枉法之辈，无贪枉之辈，则吏治清明指日可待。而吏治清明，臣既无过，民亦无怨，此时和亲海晏，万众同心，我大清必将重现盛世景象。好，说得好，好一个由俭入廉。先皇本就倡导节俭之风，朕亦当从之。从今儿起，从朕开始，大家都以穆彰鄂为表率，从简从廉，清明吏治。退朝。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。物是人非。这里封存着我少年时的痛史，如今却要揭开，怀疑也不知在哪里，也不知他怎么样了。哥，你看，石榴树花开依旧，少年却不复当日模样。哎呀，一晃啊，就4、5年了。是啊，一转眼呢，物是人非了。那个时候，和怀义2个人在这个屋子里边，为了一句话、一本书，闹得不可开交。现在想想，却都已经是小时候的事情了。啊，院子里是不是有人呢？怀义，没想到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回京了？我的镖局走的就是从淮南到京城的镖。君早啊，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很傻，到现在还相信这个朝廷；可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很勇敢，居然敢把自己丢进这个朝廷里去，相信可以改变一些东西。不管怎么说，不要让我失望。你放心，你如今入朝为官，万事要小心。我不希望发生在我们2家的事情再发生在你身上。元白
他很好。来，走了。好。施主死去，出生入死，有去无回。臣齐俊藻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齐俊藻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齐俊藻，先皇把你看得很重，让朕重用你，说你是天下之才。臣谢先皇天高地厚之恩。其实朕并不喜欢你。你口无遮拦，视天下如无物，不仅指示朝廷和天下官吏，甚至指示先皇。朕说不定哪一天，就成了你口诛笔伐的桀纣之君。朕新主朝政，想听听你有什么主意。皇上，一定是要臣说真话。当然。皇上。臣以为皇上如今第一要务是读书。你认为朕不读书吗？臣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有些书皇上未必读过，即使读过，也未必懂得其中的意思。哦，好，那你说说看，朕什么书没读懂，什么书没读过？皇上，臣以为此两本书是皇上必读之书。这唐末文选也就罢了，你以为朕连孟子也没有读过吗？圣人之书乃圣人之心，如果皇上自以为可以比肩圣人，那不读也无妨。齐俊藻，你这就开始教训起朕来了。臣不敢，臣只是想以圣人之书阐述修身治国的道理。朕现在问你的是，朕现在应该怎么做？臣以为，如果皇上不读圣人之书，不修圣人之身，做什么都言之尚早。齐俊藻，你真以为朕缺了你就没有法子治理大清了吗？朕自登基以来，力推节俭之风从吏治开始，如今朝野上下气象一新啊！你觉得朕做的有何不对吗？你上来就拿2本书敷衍朕，朕留你何用？既然皇上认为臣无用，还请皇上容臣重归草野。朕和你既是君臣，也是旧交。此次换你回朝廷，对大清也许是件好事，但对于朕和你2个人是不是好事，朕可不敢断言。咱们君臣既然要相处，那就相互容忍吧。
但能忍几时，却是未定之数。照朝廷旧制，你入朝后，先进翰林院做庶吉士，然后去国史馆做编修。朕念你为你父守墓3年，这庶吉士就免了。此次入朝也不用再去翰林院坐冷板凳了，就留在朕的身边，以翰林院编修充任朕的侍读。别以为只有你才知道修身治国。下去吧。皇上，既然皇上命臣为侍读，还请皇上收下这2本书。书留下，你下去吧。臣谢主隆恩。来人呐，把朕的袍子拿去补补。这，哥，你的新朝服给你取来了。哎，让我看看，料子好，工艺也不错，不愧是瑞福祥的手艺啊。嫂子，说起瑞福祥啊，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。我去拿朝服，伙计居然问我这新朝服要不要做旧。我说为什么呀？好好的新衣服干嘛要做旧啊？伙计说现在满朝的文武都赶着把新衣服往店里送，就是为了做旧，做旧了之后再穿。你说奇怪不奇怪吗？是啊，这新衣服为什么要做旧呢？郑亲王，哟，宝胜啊，哟，你也弄上这东西了啊？哎，宝胜啊，你这补丁打的可太讲究了吧？隔巴掌眼我就看出来了。嘿呦，还是您这针脚细啊！啊，这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啊！我不瞒您说啊，你看几块？1个、2个是吧？3、4、5，就这几个补丁啊，都抵得上我一件新衣服的银子了。哎，一亲王是不是？对呀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嗨，您瞧我这身儿也一样，嘿嘿，贵着呢。呵，这王爷就是不一样啊！王爷好。王大人早。军嫂，我看这股歪风也该杀杀了。卯时到，上朝啦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穆彰鄂，奴才在。最近瀑布的收支如何？自从皇上提倡从简从廉以来，已近1月之久，我内务府节省银子已有2万余两。此外，京内各衙门节省开支或多或少，总数加在一起，节省银子共5万余两。5万两啊！这1年省下来就是60万两，朕倒要看看。这银子倒是颇为可观呐，看来这银子不是没有，看怎么去省了。皇上圣明。皇上圣明。速走，速走。哥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
带我去瑞福祥。瑞福祥？去瑞福祥干什么呀？嗯，哥，你不会是想把新朝服做旧吧？哥，你看。大人，大人需要衣服啊？好，看看。要旧的要新的？买衣服当然是新的了，怎么会买旧的？听口音，大人是外地人吧？嗯，啊。好，您有所不知啊，现如今啊，京城不流行穿新的了，越是有钱有势的，越是要穿旧的，越旧越好。就算是新的，还得拿回去弄旧了才能卖得出去。这是为何？听说啊，当今的皇上是个抠门儿，自己都穿带补丁的褂子，更看不惯别人穿什么新衣服了。所以啊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叫花子一样，不敢吃不敢穿。表面上一个比一个抠门儿，一个比一个清廉，其实呢，旧衣服卖的比新的还贵。那小灶啊，吃的比谁都讲究。别看现在外面没人下馆子了，那些大厨们啊，早就被王公大臣们聘到家里做私伙去了。皇上，齐郡早来了。让他进来。宣齐郡早。臣齐郡早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来，坐。齐郡早，今天是你第一天给朕做侍读，怎么不带书呢？朕这儿的书可有的是啊，挑几本给朕读读吧。皇上，臣今天暂不给皇上讲书，臣想请皇上先看一份折子。什么折子呀？这折子上写的东西都是真的吗？臣细心寻访之后才写出来的，上面所言千真万确。不能吧？朕派人去查过呀，下面的官员做得很好，断不能是这样子。表面文章好做，皇上千万不能为假象所蒙蔽啊！你说朕做表面文章？臣不敢。做表面文章，那省出来的银子是假的吗？朕连平时的用度都省了，那也是假的吗？皇上，您的裤子补好了。齐郡早，朕的裤子都是补过的，这难道是假的？把朕平日的用度给他说说，让他也听听。这，说。别的奴才不知道，皇上补这裤子一共用了3000两银子。多少？3000两。大胆奴才，你居然敢欺君！皇上恕罪，奴才该死，奴才真的没有骗皇上。补一条裤子怎么会用3000两银子？皇上，奴才说的都是实话。造办处的人说，为了配上裤子的花色，一共剪碎了300匹狐皱，300匹狐皱价值2700两，加上其他针线、手工费、花费300两，总共3000两。皇上息怒，实与不实，将内务府的账本调来，一查便知。去，把内务府的账本调过来，朕要看看。这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朕倡导简朴？难道朕错了吗？皇上，简朴固然应该推崇，但凡事过犹不及，又不能偏废。如果只重节俭，不重其他法纪约束，
廉政就不过成了一件破朝服，节流而不开源，复国也就成了欺上瞒下的空谈。七君早，让你看朕的笑话了。皇上能够以身作则，力推简朴，实在难能可贵。臣只是难过，皇上的苦心白费了呀。时辰不早了，也该上朝了。你下去吧。臣告退。3000两。远去了，荒原孤独，家乡明月3000里，我身在何处？黄河有浪一吞一吐，就让你我同呼唤，愿天下不哭。说不尽思念无数，每人都有一个情，我心中永驻。岁岁无缘无也不出，直到秋风白了头。